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来做一场法医等级的市场解剖，带大家重回2026年中期的那场市场大震荡，看看联准会到底是怎么早就把预判全球资金流向的终极作弊代码交到我们手上的呢？说真的，这就带出了一个简单却非常致命的问题。既然联准会几个月前就已经把剧本公开给大家看了，那为什么还是有成千上万的散户在那波震荡里惨赔收场呢？把今天的解析当作一场犯罪现场调查吧，我们会快速走过几个关键，重回点阵图现场，解码隐藏讯号，看预测跟市场现实怎么碰撞，流动性枯竭的冲击，最后当然要教大家怎么拒绝成为市场里的韭菜。好，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把时间拉回2026年3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FOMC 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联准会按兵不动，把联邦基金利率精准地维持在 3.50% 到 3.75% 之间。不过各位，其实真正的重头戏根本不是这个数字，而是他们会后立刻发布的点阵图。这份预测根本就是一场强烈的风暴警告。19位官员里面有7位希望2026年底前零降息，另外7位觉得只要降息一次就好，只有区5个人希望降息更多次。接下来我们要来解码隐藏讯号，也就是3大战略定锚。作为在市场里打滚的投资人，我们绝对不能瞎猜，必须马上抓出3个核心重点。说白了就是这3步。第一，降息预期大幅缩水，中位数告诉我们今年只会降1码。第二，联准会内部陷入严重分裂。第三，长期利率预测出现了超巨大的结构性转变。大家注意这个超极端的比例，高达 73% 的官员全都挤在不降息或只降1码的阵营里。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只要通膨数据有那么一点点死灰复燃的迹象，鹰派就会立刻全面接管局势。而藏在这些数据背后，最要命的其实是这个数字 3.125%。联准会直接把长期中性利率上调到这个水位，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高点。这等于是大声跟全世界宣布，零利率的免费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带着这个认知，我们来看看4月到6月之间预测与市场现实的碰撞。这简直是一场市场粉红泡泡跟冷酷宏观数据的激烈对决。当时的情况说起来真的蛮讽刺的，散户完全无视联准会的警告，被乐观情绪牵着鼻子走，疯狂压住降息。但同时间，联准会其实一直在狂挥红旗，警告大家宽松资金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我们把当时的预警跟后来的现实摊开来对比，那就是铁证。点阵图的鹰派预警完美对应了后来4月份联准会删除宽松偏误的决策。然后呢，他们对通膨的担忧也完全命中。5月美国 CPI 直接飙到 4.2%， 新增就业17.2万人。这波宏观数据大反扑，逼得高盛、瑞银这些华尔街顶级投行全面举白旗投降，彻底放弃2026年的降息预测。华尔街这一认输，等于开了全球资金大挪移的第一枪。紧接着就是流动性枯竭的冲击，也是大家最不想看到的资产屠杀。当市场终于看懂点阵图的时候，全球资金就开始疯狂撤出风险资产，转向高利率的美元，引发了跨资产类别的绝对大屠杀。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密货币大地震。市场流动性冻结，加上极度鹰派的新任联准会主席被提名人凯文沃许引发的沃许冲击，让比特币直接惨遭血洗，价格从年初高点狂跌 39%， 跌破$74,000大关。不知道有多少高杠杆投资人瞬间被强制平仓，真的是哀鸿遍野。同一时间，我们还看到了黄金悖论。
照理说，央行还在买黄金，对吧？但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的巨大机会成本直接压垮了金价。资金为了追逐美元的高值利率大举抛售，让黄金从5589美元的历史天价无情重挫25%，掉到了4565美元。这就是资金流向大反转最残酷的写照。终于来到我们的结论，拒当市场韭菜。讲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把我们自己定位成先知，而不是等着被收割的受害者？就像市场上一句非常一针见血的真理，当联准会官员都白纸黑字跟你说今年降息几率极低了，你就真的得相信冰冷的数据，千万别再被市场上那些无脑狂热给带偏了。那些在3月份有看懂点阵图的聪明人做了什么？他们果断降低了加密货币的杠杆，多留点现金在手上，并且提早为强势美元做准备。顺着资金流向走的结果就是，他们轻轻松松避开了5月份那场惨烈的宏观大血洗。所以在今天的解析来到尾声之前，我想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给大家。下次当联准会又把他们的作弊代码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继续固执的跟数据对坐，还是看清资金流向，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赢家呢？